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德国跑到巴西来了。现在我在巴西的第一大城市叫圣保罗，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它的地位，因为是巴西的第一大城市，也就是人口最多的，又是巴西的商业中心。但是呢，它不在海边，它是个内陆城市。我昨天查了一下，海拔大概有750米左右，所以现在虽然是差不多夏天了啊，还是比较凉快。白天只有22、23度，晚上呢只有13、14度，我觉得有点像昆明的那个气温。好，这次呢我跑到巴西来，主要是因为我在德国这些年呢有非常严重的花粉过敏症。在德国每年春天从大概2月底一直到6月中旬，甚至6月下旬，也就是大概4个月，我有严重的花粉过敏症。所以呢，我每年在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设法逃离德国。这2年啊，经常回中国去，但是我发现，在我的老家，现在春天我回去也有过敏症。这个花粉过敏症呢，在我老家这2年也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就不知道，原来呢，我在德国是对温带的一些植物的它的花粉，还有一些那个草过敏，但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在我家乡也对一些花粉过敏了，可能是我那个年龄更大的原因，或者是我的那个抵抗力没有原来那么强了。特别是新冠这个疫苗打过之后，我明显感觉啊，就是我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没有以前那么强。反正我认为可能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些年我经常，也不是经常吧，1年可能有1次或者2年1次，那个皮肤啊突然会肿啊，或是发生变异反应，或是那个过敏反应，前麻疹也叫荨麻疹，对不对？一般可能2年，有的时候1年发生1次，这个非常难受的啊，非常非常的痒，全身它会红肿。有一次我记得是3年前，就是疫情的时候，我去墨西哥玩，然后呢，我刚过去1、2天，突然我这个前麻疹这现象就出现了。当时我没有带药，非常非常难受。后来呢，我只能终止我的旅行，马上飞回德国去，然后呢找我的医生给我开了那个过敏药。当时呢，我治疗过敏的药。当时我不知道在当地那个药房，比如说在墨西哥的药房，可能也能买到这种过敏药。比如说，听说雷洛他定啊这种是比较好的，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有这种药，所以呢没有带，只能这样飞回德国去。这个成本挺高的。有的朋友问我，这个过敏可以治疗的啊？其实并不是啊。我在德国之前，大概是20年前左右，我不间断的治疗，那个疗程要3年，至少3年。我做了那个疗程3年半，开始是每周要去打1次针，后来呢每2周打1次，再后来呢每1个月打1次。我这样坚持了3年半。那个医生告诉我，就是大概有1/4的人吧，他这个疗程没有效果，那我就是属于这1/4，没有办法。后来呢，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只能逃离德国，实在是非常难受的啊。这个过敏症，花粉过敏症，如果得过的人肯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真的是生不如死。现在我是这样啊，在欧洲，在美国，反正西方所谓的发达国家，这几年物价上涨非常的快。本来我想去，比如说去南欧，去西班牙呀、葡萄牙，去逃离的啊，就逃离德国去那边去。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成本非常的高，机票当然要比以前更贵了，最贵的是住宿。我发现住宿像西班牙与德国已经蛮接近了啊，以前是低很多的。可能是越来越多的北欧这边的人想到西班牙、南欧那边去吧，很多老人退休之后也想往那边跑，所以呢，这样把南欧的房价抬高了，我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另外呢，如果当地呢你去上餐馆，它那个价格其实与中国价格比起来也是挺高的了。那么如果是出去1、2个月，可能1个月花费要1000多欧元，那2个月就2000多、3000欧元等等，对吧？这对我来说已经成本很高了。同样的，如果是我到比如说像南美啊，还有北非那些所谓全球南方国家，
我认为啊，性价比更高。除了机票之外，机票应该是比较大头了，对吧？机票这次我来回大概花了700多欧元。然后呢，巴西国内它的价格，它机票价格其实挺低的。然后就是这里的住宿，我认为相对来说不是很贵。现在我只是住了一个星期啊，在爱彼迎，也就是 Airbnb 上订的一个星期，大概是146欧元，也就是150美元多一点。146欧元，也就是人民币大概多少呢？1200人民币，每天就是160多块人民币，160左右吧。我认为这个价格能够接受。这个价格呢，相当于国内的中等偏下那个价格水平，对吧？如果是去中国的一线，可能这个160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也可能在上海呢要这样的条件，可能要200、250到300左右。然后呢，这里在超市买东西，我认为呢要比国内平均来说要贵一些，但是呢比德国稍微便宜一点。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像来巴西还有来全球南方国家，它的那个性价比挺高的，要比在欧洲现在高多了。另外呢，现在全体的这些欧洲或者说欧美吧，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总体对中国持有敌意。所以我花钱，我现在一般都不想花在这些对中国人态度不好的国家，我宁可把钱花在全球南方国家。一个是它的性价比更高，另外一个呢，他们整个国民啊对中国人态度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所以我就想，这是我的消费观，我觉得我转变了。加上呢，在欧洲，在西方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已经不稀罕了去哪个国家，去什么美国啊，去什么瑞士啊，其他国家去旅行，根本就没有一点兴趣了。还不如把我的钱花在对中国友好的国家，然后性价比刚才说了更高的国家去，对吧？像巴西就属于，我就今天来说说吧。这次呢，我是首先来到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这次呢，我不打算再去里约了，因为里约我以前去过，前10几年到前年吧，一共我去过2次，就那样。所以呢，我现在想来看看巴西第一大城市商业中心这个圣保罗到底怎么样。主要原因呢是有2个，一个是刚才说的性价比比较高，来这种南方国家。另外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啊，巴西的总统卢拉正在中国访问，对不对？国事访问，好像昨天还是前天，习主席还以最高的那个国礼接待了巴西的总统，就是比较隆重，这是重视一个国家的体现。然后呢，巴西卢拉上台之后，他之前执政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中国还是态度非常的好。现在两国的关系，经贸关系呢非常的紧密。然后今天我刚得到的消息，中国呢对4个，我没记错的话，4个拉美国家免签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单方面免签，当然这是个好消息啊。如果单方面免签，我认为呢没有对等免签更好，对吧？对4个拉丁美洲国家免签，巴西、阿根廷、秘鲁还有乌拉圭。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对智利免签。其实智利呢，在南美洲是它的人均收入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国家，要比巴西还有要比阿根廷还要高一些。也许可能他现在的那国家领导对中国来说不是那么友好吧，具体我不知道啊。反正这次呢是对这4个拉丁美洲国家免签。如果是对等免签是最好的，从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做起，这样让中国人到国际旅游更方便一些，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巴西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经贸关系还有政治方面的关系啊。那巴西呢，作为全球来说人口也是最多的国家之一，它有2亿多人口，然后它的发展水平在拉丁美洲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它的人均 GDP 比中国稍微低一些。巴西大家也知道它的国土面积挺大的，比中国小一些，但是在全世界也排得上第5、第6了吧，大概。那么它人均资源的拥有量就很高了，而且巴西它自然条件相当的好，没有极寒也没有极热，而且它
全部的土地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对不对？你看亚马逊这个原始森林，它的面积也挺大的，所以总体来说，巴西的自然条件真是太好了。那么如果这个国家不乱，它的发展前途还是有的啊。那么我过来主要是看看有什么发展机会啊，或者这房地产到底怎么样啊？因为今后呢，我还是想把德国的房地产全部抛掉，花少一点的钱，可能在巴西啊，或者在其他的国家买套稍微小一点的房子，用来保值，保值我就觉得不错了。另外呢，可以自住，想过了一段时间就住住，我觉得这样不错。然后呢，就跑过来。我说说吧，我对圣保罗的第一印象，在这里我想声明啊，因为我是到圣保罗的第二天，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只是我第一印象，就是我看到的，然后呢给我的一些想法。如果说的不对，我请各位网友，特别是请在巴西常住的朋友呢，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因为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对啊。但是呢，这是我看到的，然后呢给我的想法。巴西圣保罗所谓的一线地大城市，前面说了是相对于中国上海这样的地位，但是从巴西圣保罗的国际机场，一直到我坐上这个网约车，然后看到两边的这个街景啊，然后我进入这房子之后，全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巴西一线城市与中国上海它的发展啊相差比较远。我目测啊，我觉得应该是落后中国上海至少20年左右这样吧，可能有点谦虚，大概15年肯定有的。然后呢，我觉得这圣保罗给我外表看的就相当于中国3、4线城市左右吧。你看它的建筑物啊，还有它的街道呀，都要比中国差很多。昨天我坐在网约车的时候还没有到住处，我就看了街道的两边，因为我只能看右边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用手机拍了一段它的街景，我感到真的触目惊心。因为早上大概是8点钟左右我到达住处的啊，就是8点钟到达我住的地方的市中心，是比较好的一个区。我就发现了街道的那边，在街上直挺挺地躺着不少的无家可归的人。因为这里啊，前面提到像准高原吧，700多米，所以现在还是比较凉快，晚上只有13、14度，还是有点冷的。他们就盖着薄薄那种毯子啊、被子，就直挺挺地躺在街边，不是一个啊，而是好多好多好多个。我走了一段也看见很多，所以呢，我相信啊，这里的无家可归的现象也是蛮严重的。当然，这一点呢比美国稍微好一点，美国的无家可归者要比这里巴西圣保罗还要更多。目测啊，不完全对。我觉得美国城市的无家可归者相当于我看到的这个巴西圣保罗的大概2倍左右。我看到普通民居，如果不是高楼的话，它的建筑的质量其实不好，当然要比什么多米尼加呀、古巴呀，还有其他的，可能墨西哥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的建筑质量肯定是赶不上中国的啊。然后大家看看吧，这次呢，我住这个民宿，刚才前面说了是1个星期150多美元，一晚上160块钱人民币左右。大家看看，首先门禁啊，进来要进人那个刷脸，门禁系统要进2道，就表明啊，它这里的安保措施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我觉得应该是中高端的一个楼，一个相当于小区一样，但它没有绿化的啊，它只是一个楼，然后进门之后呢，进了之后有个厅有人接待，然后就是这门进了，进了之后，然后进入房间，因为是民宿，所以它是用密码锁，给我密码锁之后，大家进来看看。最右边呢进来是卫生间，我喜欢像这样的卫生间，淋浴，然后呢它是坐式的马桶。这在西方当然是标配，都是坐式的，不像中国有的地方还是蹲式的，像我老家就很多。蹲式的其实从卫生来说更好，对吧？从个人卫生来说，不会把某些什么皮肤病啊传染给下一个。
但是从这个舒服程度、入厕的舒服程度来说，可能还是坐式的这厕所呢更好一些。然后我发现巴西啊有个现象，就是它所有的厕所，我去过的地方，它不管是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它都有那个手持的喷枪，这在穆斯林国家是很普遍的，对吧？它有一个小的厨房，这厨房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各种设施啊，太少了，什么锅碗瓢盆啊很少，甚至连一把那切菜的刀都没有。当然什么盐油啊都没有。我刚才去超市去采购了一下，忘记买刀了，好像那个超市也没什么刀可卖。然后呢，大家看这个床呀，还有写字台呀等等都还可以，对吧？我觉得对得起这个价格，可以说这个性价比也是挺高的。然后呢，还有个小小的阳台，这是阳台的外景。大家看看，这就是圣保罗的天际线。我离市中心最中心的地方大概还有2公里，这也算市中心了吧？然后我认为啊，这所谓的富人区，那你看它的房顶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多还是石棉瓦的房顶。石棉瓦呀，那它过了比如说10年之后，它就会碎，那又得换。而且它这所谓的富人区，它的房子看起来好像也不怎么样。然后看对面的高楼，从它的外墙啊，从它的窗户来看，好像也比较一般。估计它有些历史了吧？可能90年代、10年代盖的房子有可能。现在肯定是赶不上中国现在那些小区那种房子了。中国小区这几年它建的房子，至少从外表来说是建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小区的物业啊，还有它的那个绿化也非常的好，像一个小的公园一样。这里呢，你看是没有的，它只是有一栋房子，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物业了。好，这是给大家介绍看到的啊。我认为从我第一印象来看，我发现就是圣保罗，它虽然属于巴西的第1大城市，但是它与上海比起来确实有很大的距离。好，再说一下呢，我刚才去了超市，我不知道那家是不是很大型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连锁。它那个超市名叫蒂亚，蒂亚如果是西班牙语的话，它是每天那个天的意思。我不知道那个葡萄牙语是不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日常需求的一个超市吧，里面的规模不是特别大，相当于中小规模。然后里面我发现呢，在这家超市啊，那个蔬菜少得可怜，有叶子的蔬菜我发现了只有2种，然后呢就有黄瓜、西红柿，这些可以生做沙拉的，还有那个胡萝卜，好像其他就没有了。它这里什么香蕉啊，还有其他水果。我发现呢，比德国稍微便宜一点，但是还是要比中国贵。比如说香蕉，它这里可能是1公斤的吧，大概要人民币大概多少？10块钱左右，10块多，也就是1斤大概是5、6块人民币左右。我认为比中国稍微贵一点。然后西红柿，它1公斤大概也要15块钱左右，那也就是1斤就要7块5。也是要比中国贵。然后我还看了那个超市他们其他的物价，大概啊，我觉得它相当于中国的超市物价的2倍左右，比德国稍微低一点点，但是要比中国要高，相当于中国2倍。然后我知道啊，以前我也关注过巴西，它其实他们普通人平均来说啊，当然巴西贫富差距很大，不，平均他们的雇员他们的收入是要比中国低的。比如说在上海，如果是普通的工薪阶层8000，那么可能这里圣保罗可能5000左右，反正就是他们的收入肯定要比中国人平均来说要低。即使在里约，他们的收入呢也是要比中国低的。那么如果是对比他们物价，相当于中国2倍左右，那他们的痛苦指数，他们的生活压力肯定也是要比中国高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观察对不对啊？这是我第3次来巴西之后我得出的一个印象。为什么说大概相当于中国2倍呢？
日常生活需要的物价。然后昨天我经过一家发廊的时候，我发现男士剪发45雷亚尔起，那就相当于人民币大概60块钱左右。你看这是不是相当于大概国内的2倍左右？然后呢，昨天我是坐网约车的，也比国内稍微贵一点，相当于国内的1倍半左右吧。我是坐优步 Uber 坐过来的，相当于国内的1倍半。所以我觉得整个它的物价水平也许呢相当于国内的2倍左右，但是这里的租金我不知道，普通人他租房子的租金我不知道啊，也许可能不低，因为只要是好一点，它的这种房子啊，它都有保安，对吧？这保安你要花钱雇他的，然后这门禁系统也要花钱啊，所以我相信啊，只要是中高端这个楼盘，可能它租金都不低。考虑到巴西的工业生产能力绝对是不如中国的，很多东西我知道巴西都要从中国进口，而且巴西目前它的经济这种贸易保护比较严重，保护自己国内的产业嘛，所以它的关税也挺高的，这是我以前了解到的现象，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变化。可能它这个进口这成本也比较高，那最后呢反映到卖给最终的消费者。肯定要把这个所有的成本加上去啊，对吧？也就是最后呢，你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成本是由消费者，就是所在国进口国消费者买单，最后导致了总体的物价水平升高，导致了本国人要付出的更多，也就性价比没有比如说在中国那么高。同样一样东西，比如说一根数据线在中国可能5块钱，那可能到巴西之后，到市场上可能就15块钱，甚至更贵了。都有这样的可能，在德国甚至是5倍到10倍的价格，像这种小东西。我最后总结一下啊，走马观花都算不上，我来说说，我觉得巴西从整个国家发展水平肯定是不如中国的，然后他们国民的生活的压力可能也要比中国大一些。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非常欢迎啊，长期在巴西的朋友们呢，对我刚才说的。你觉得我说对了就同意，如果你觉得说的不对，请你们指正，在下面留言啊，非常感谢大家。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就是说说我这段时间，特别是现在我从德国来到巴西，我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所想。好的，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